就我从小就可能跟书的接触比较多吧。就我爸是语文老师，而且是中学语文老师。对，然后他可能中学老师一般都比较忙，可能早上会很早就出门，然后晚上也会比较晚回来，经常就是一周都见不到一次面。但他就是经常会去书店，他熟的那个书店老板那边拿一些最近的书过来给我看，所以我大概从不识字开始就一直看绘本长大的，所以从小可能就对编辑这个行业比较有憧憬。毕业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编辑，所以我有去尝试过去投那个日本出版社的简历，我有投过集英社的和角川的，还有讲谈社的。当时角川我是到了3面左右，然后到了3面是面对的可能是董事，然后他当时就会对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为什么想要来日本当编辑提出了挺大的异议，然后他可能会觉得希望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发挥你最大的能力，你要去做那个营业类的工作。当时就有一个这个方面可能不是谈得特别好，然后当时就3面没有过。对，私摄影是我当时就是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是当时老师让我赶紧定一个研究方向，但是后来就是在他的书架上看到一本这么黑的，然后很酷，然后那个日文叫《私写真论》嘛。回家读了以后，我会发现就是这个私摄影这块的内容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其实就是对拍摄者的一个个人的，就是我的一个研究，它其实非常哲学，然后它其实有很多内容可以说，所以我当时就做了这个研究，然后觉得它特别有意思。来普瑞之后，我签的第一本书也是这本《私摄影论》。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日本摄影评论界的第一人吧，就是你一提到日本摄影评论界，可能最著名的就是范泽根太郎。但是因为他刚刚想要做摄影师的那个年代，正好是人才辈出的年代，就是像那个荒木经惟啊、山道他们出来那个年代，他就感觉自己才华明显不如他们，然后他迫于无奈，他才去做这个摄影评论。我觉得他的解读摄影的角度特别不一样，他其实他本人的那个摄影评论的方向就很私摄影，他可能会很注重于关注这个摄影家本身。因为我原先是对摄影毫无了解的一个人，我去研究摄影完全也是因为我不了解他，所以我想通过学习然后能够更了解他一些。这本书给我帮助特别大的一点就是它给你打开了一个看摄影的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你看完这本书以后会觉得你原来看的摄影的那个层面是非常浅的，它可以把你的那个对摄影的一个见解可能推到那个皮下组织之类的，就是可能对吧，就可以让你有一个打开一个不同的新的视点。所以我觉得它是趣味性和知识性都很强的一本书。它讲的其实是4位就很有名的摄影家，中平卓马、山濑昌久，还有荒木经惟，还有牛长茂雄。它就除了一个前言和后记，类似于就是总的介绍一下私摄影和总结一下私摄影的特性以外，中间都是写4个那个传奇摄影家的人生历程的，然后包括他们的摄影态度。我最喜欢其实是牛长茂雄，他就是从小患病，然后他就是等于他的镜子是他小时候的玩伴，他就因为看着镜子，然后这是他的一个可能摄影启蒙吧，然后他就是用摄影记录自己的人生，也算是人生吗？因为他很早就过世了，因为他其实一直处于一种自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过世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他就是也是借摄影这件事情去完成他的一个人生的记录，或者是完成他一个曾经来过这个世上的一个记录。我一直觉得山濑仓久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人，以前一直觉得他是酷酷的那种人，没有想到他其实是那种超级爱猫的那种人，就是很甜。他家有猫叫什么小桃啊、佐助啊什么的，他就特别特别喜欢猫，就是他一见到猫以后就感觉是那种见到小朋友的那种大叔，就嗓音可能会变尖，然后就特别小孩子气，就是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能感觉到山濑仓久那种很孩子气的一面吧，我觉得。
他这本书里面在讲，其实山下昌久这个人，他的从头到尾的，一个摄影历程都是以私摄影为轴的，包括他早期拍家族的裸照，然后拍他妻子，还有他到最后的很多自拍，还有中间的鸭的系列，其实都是在就是对私摄影的一个摸索吧。我感兴趣的始终是我自己，就是山下昌久一句话，所以他的摄影作品其实跟他自身是紧密关联的。他这里面其实就有讲到，因为鸭其实就是山下昌久的一个替身，他其实拍鸭的过程中也在拍自己。摄影家所有拍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映照，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宗旨吧，可能算是。我个人觉得技术其实是次要的，你首先要有想法，就是你要有对某件事情思考，你才能通过你的技术把它展现出来。他们就是文化开花的时候是在同一个时代的，就是你思想上达到了一个高度的时候，你的艺术作品才会有高度。就是你必须要有思考，不是说美的东西才是最好的，肯定是要有思考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像这种比较钻的这种摄影书，它其实市场表现并没有特别好，其实是比较任性的在做这些书。我想做这些书的原因也是觉得，因为我觉得图书市场不应该只有那种有名人，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来说，我想要有我自己的挑选权，所以我想要把我认为好的东西都做出来，即便它可能不一定被大众所接受，但它仍能成为一部分小众人可以看到的内容。像濑户正人和龟海宏雄虽然也算是人在活跃当中的摄影师，但是可能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广泛的被中国读者知道，但我觉得他们是应该被知道的，所以我才做了这样的书。我觉得作为一个编辑，我能做到的是，我就是尽可能的把内容做好。我可能会在做选题的时候考虑一些，就是一般大众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但是我肯定不会，我有我的底线，我肯定不会把我的内容做到非常的就不合自己的心意，这是我觉得是我自己能做的事情，所以比较任性嘛，做这些书也是。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做一本书就会爱上一个作者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做书很多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他然后去做他的书，我是在做书的过程中渐渐的喜欢上他的。我觉得做书过程就是跟作者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吧，虽然他可能先于我一步成长了。因为我其实生活中比较粗糙，就不是那么精致的人，就因为你知道宅嘛，就其实平时都很宅，然后就生活也没有那么精致，然后就过得就自己满足就好的那种。做编辑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最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永远会给我新的东西，他会带我去见识到我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人，他会让我知道一些可能最新发生的东西，我可能会先人一步去接触这些人和这些东西，然后编辑可能就是作为一个中介，把这些东西传达给其他更多的人，可能是编辑的一个任务吧。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说，编辑其实是站在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一个特别具有先天优势的一个位置。我觉得编辑其实每一本书出来多多少少都有遗憾的，就你包括就可能选题没签到有一个遗憾，但是最遗憾的东西就是你签到了这个选题，你可能因为各个方面的原因，可能因为自己或者因为别人，或因为一些客观主观的原因，你总有一些部分你觉得你自己是没有做好的。所以我觉得工作永远都是在这种满足和愧疚或者说不满当中完成的。我觉得日常会陷入一种自我怀疑当中吧，尤其是我觉得到今年的时候，今年因为有疫情，然后我看到大家很多人就是有一些可以在疫情期间做出一些社会贡献。当时正好在看奈良美智的那个自传的那个稿子，然后奈良美智在稿子里面有写到他那个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他当时在画画嘛，然后他当时也是觉得我们这种艺术创作者或者创作者，其实在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很难发挥出自己的贡献，就是你只是在做自己的创作而已，但是你可能为这个社会提供的东西可能比较少。所以当时我觉得做编辑有时候也会陷入这样的一种迷茫，因为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可能图书真的不像以前一样这么刚需了，就是你从销量上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可能不被大部分人所需要，
所以有时候会陷入一种迷茫，我是不是做这个东西其实意义并没有很大，就还有挺多这样的迷茫的。大家都是很喜欢出版，所以才一直留在这。因为其实大家像编辑现在的能力，就是什么都会做，大家都是，所以感觉都是还是真的爱书，所以才留在这里。